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局外人》。这会儿夜深了，你是不是还没睡着？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，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缝隙，在床头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。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你或许侧着身子，手机亮着屏，指尖机械地划着，刷着无关紧要的短视频，没营养的朋友圈，眼睛酸胀得快要睁不开，脑子却像上了弦，怎么也停不下来。我们总在深夜里疲惫不堪，却又无法真正放松，好像身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，逼着我们必须紧绷神经，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白天被工作杂事耗得浑身发软，身体累到极点，可心里的烦躁和委屈像一团堵在胸口的棉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你翻遍通讯录，打好的消息删了又改，终究一个字都没发出去。不想打扰别人的热闹，也不想把脆弱露给别人看，只能自己在黑夜里一点点消化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，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，那些被迫伪装的疲惫，都在深夜里悄悄蔓延，裹着我们难以入眠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明明没做错什么，却总被人指指点点，明明只想顺着自己的心活，不迎合，不讨好，却被贴上不合群、太冷漠的标签。你试着解释，没人愿意听；试着迁就，心里却越来越别扭。到最后索性沉默，慢慢成了人群里的局外人，站在热闹边缘，守着自己的孤独，不参与，不打扰，也不被理解。这种孤独不是刻意追求的疏离，而是被迫选择的清醒，是不想违背本心的坚持。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委屈又迷茫的深夜，第一次翻开了《局外人》。一开始我以为这是本讲冷漠孤独的压抑小说，读着会让人心里发闷，毕竟局外人这3个字本身就带着疏离和悲凉，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，看不清也摸不透书中人的世界。可越读越觉得被戳中，越读心里越敞亮。那些堵在胸口的情绪都被加缪平静的近乎冷漠的文字一点点抚平。读到很多句子时，我都会停下来发呆。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，原来和别人不一样从来都不是我的错。原来坚守本心，不伪装，不迎合，哪怕做局外人也没什么不好，哪怕不被理解也值得被尊重。这本书没有华丽的文字，没有跌宕的剧情，连情绪都淡得像水，却用最直白的口吻剖开了我们每个人藏起来的内心，戳中了我们最柔软也最不愿被人看见的地方。他不教你怎么合群，怎么讨好别人，只告诉你一件事：做你自己，从来不需要道歉，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，你的真实本身就很珍贵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加缪，很多人觉得他的书高深难懂，其实他的人生和主角莫尔索很像，始终像个旁观者，看着这个世界，守着自己的真心，不被世俗的洪流裹挟，不向偏见低头。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，家境贫寒，1岁时父亲死于一战，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。他从小话少，不爱热闹，总一个人看书思考，习惯了独处，也习惯了不被理解。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，那些不被认可的孤独，慢慢沉淀成他内心的力量，也让他更能看清人性的本质，看清世俗规则的虚伪与刻板。后来他做记者，写文章，经历过战争的残酷，见过人性的冷暖与复杂，也尝过不被世俗接纳的孤独与无助。写局外人时，他才26岁，正是最容易被世俗裹挟，最容易怀疑自己的年纪。他看到太多人为了合群，为了被认可，戴着面具生活，小心翼翼地迎合别人，慢慢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。于是写下这个故事，没有说教，没有批判，只是平静、
讲一个普通人的经历，却戳中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声。这本书篇幅不长，却成了世界文学经典，被译成几十种语言，影响了无数人。加缪说，局外人写的就是一个人在不理解他的世界里坚持做真实的自己，而这正是我们很多人的现状，在世俗的洪流中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，生怕自己的不一样被当成异类，生怕被孤立被指责，于是慢慢藏起真实的自己，活成了别人期待的影子。接下来我慢慢跟你聊，不赶时间，就像深夜两个朋友凑在一起翻一页书，说一段话，没有催促，没有评判，只有真诚的陪伴。我会挑出书中最核心的4段情节，带着细节讲给你听，让你像亲自读过一样，读懂莫尔索，也读懂我们自己，读懂那些不被理解的坚守，读懂那些真实的孤独。第一个戳中我的是全书开头，母亲的葬礼，这是故事的起点，也是读懂局外人的关键。加缪开篇第一句就写，今天妈妈死了，也许是昨天，我不知道。就这一句话，没有多余的修饰，没有丝毫的悲伤，简单平淡，甚至带着一丝随意，却一下子定下了整本书的调子，也让我们瞬间看到了莫尔索的与众不同。莫尔索的母亲住在城郊养老院，他收到电报，只写着母死，明日葬礼，请速来。看到消息时，他没有哭，没有任何情绪起伏，脸上没有悲伤，没有难过，就像看到了一条普通的通知，只是平静地放下电报，去跟老板请假。老板脸色不好，那段时间公司很忙，老板不想让他请假。莫尔索只是淡淡地说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没有辩解，没有恳求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情。他坐了2小时车去养老院，一路上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没有闭目养神，也没有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伤里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路边掠过的树木、行人，脑子里没有想太多，也没有任何难过的情绪，就那样平静地看着，直到车子抵达养老院。院长见到他，主动跟他说起母亲的情况，您母亲走得很安详，没有遭什么罪。他静静听着，点点头，只说一句，我知道了，语气平淡的没有一丝波澜。院长问他要不要去看看母亲的遗体，跟母亲做最后的告别。他说好，没有犹豫，也没有抗拒。护工把他带到停放遗体的房间，母亲的遗体躺在一张简陋的桌子上，脸上盖着一块白布。护工轻轻把白布掀开，让他看母亲最后一眼。莫尔索平静地看着母亲的脸，没有哭，甚至没有难过，只注意到母亲脸上深深的皱纹，还有她眼角未干的泪痕，心里只是觉得妈妈老了很多。护工看着她平静的样子，心里有些不解，忍不住劝她，您要是想哭就哭出来，没关系的，别憋着。她摇摇头说，不想哭，她不是不爱母亲，只是她心里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悲伤，她不想假装，不想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刻意挤出眼泪，假装难过。守灵时有人给了她一杯咖啡，她接过来平静地喝了。有人跟她聊天，说起母亲在养老院的日子，她也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，甚至还抽了烟。旁边的护工还有养老院的其他人，眼神里满是不解和指责，觉得她太冷漠，太无情。母亲去世了，竟然还能喝咖啡、抽烟，一点都不伤心。可莫尔索不在乎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，平静地度过这一夜，不伪装，不刻意，不迎合任何人的眼光。第二天葬礼，天气酷热，阳光刺眼，得让人睁不开眼，晒得人头晕目眩，浑身难受。莫尔索跟着送葬的队伍
一步步往前走。一路上他都觉得很疲惫，心里想的不是母亲的去世，不是对母亲的怀念，而是天气太热了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场葬礼，才能回到家好好休息一下。葬礼结束后，他没有沉浸在悲痛里，也没有怀念母亲，反而觉得一身轻松，好像卸下了一副无关紧要的重担。回家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就去找女友玛丽，约她去游泳、看电影。玛丽见到他，脸上满是笑意，可看到他平静的样子，又忍不住问他：你妈妈刚走，你不难过吗？莫尔索平静地看着他，没有丝毫隐瞒，说：人总会死的，没什么好难过的。那天他们一起在海边玩水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海水清凉，所有的疲惫都被冲刷殆尽。晚上一起看了一场喜剧电影，电影里的情节很搞笑，玛丽笑得很开心，莫尔索也跟着笑了，没有刻意压抑自己的情绪。晚上玛丽留在了他家，那一夜他过得格外平静安稳。加缪没有渲染悲伤，没有评判莫尔索的对错，只是如实记录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。其实莫尔索不是冷漠不孝，他只是不会伪装，不愿意用虚假的情绪去迎合世俗的规矩。世人觉得亲人去世就必须痛哭流涕，守孝禁欲，不能娱乐，不能开心，这才叫正常孝顺。可莫尔索不，心里不难过就不假装难过，没有眼泪就不刻意挤出眼泪。他不是不爱母亲，只是表达爱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。他觉得死亡是必然的，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，与其沉溺悲伤，不如坦然接受，好好过好当下的日子。读到这里，我特别有共鸣。我们的世界总有太多标准答案和不成文的规矩，和亲人不亲也要假装痛哭，不然就是冷血没良心。朋友难过，就算自己心情好也要陪着伤感，不然就是自私不近人情，不想参加无效社交也要硬着头皮去，不然就是不合群、清高、不懂事。我们被这些规矩绑架着，被迫扮演着别人期待的角色，慢慢弄丢了真实的自己。我有个朋友，奶奶去世时他没哭，不是不孝顺，是他从小就没被奶奶善待过，奶奶从来没有关心过他，甚至还经常打骂他。在他的童年里，没有来自奶奶的温暖，只有冷漠和伤害。可葬礼上，所有的亲戚都围起来指责他，说他冷血动物，没良心，说他连自己的奶奶去世都不哭，白养了一场，说他不孝。他心里很委屈，想解释，想告诉大家他和奶奶的感情不好，他真的难过不起来，可没有人愿意听他解释。所有人都只凭着自己的认知，凭着世俗的规则去指责他，否定他。到最后，他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只能在奶奶的灵前假装悲伤，假装痛哭流涕，演了一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小心戏。事后他跟我说，那天他觉得特别累，不是身体上的累，是心里的累。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丑，连悲伤都要按别人的剧本演。这就是加缪想告诉我们的，真实从来不可耻，假装才是。不用逼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，接纳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坦然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哪怕不被理解，哪怕被指责，也是对自己最基本的温柔。而贯穿全书的意象也从这里开始，平静的目光。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不管被别人怎么指责，怎么误解，莫尔索都用这份平静去面对，不抱怨，不辩解，不伪装。这份平静不是冷漠，不是麻木，而是坚守自我的勇气，是不被世俗裹挟的底气。第二个核心情节，也是全书的转折点，莫尔索杀死阿拉伯人。这一段让我们看清，
世俗的偏见有多可怕，也读懂了局外人的悲剧根源，更让我们明白坚守自我有时候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。加缪描写杀人瞬间时写道：天旋地转，一切都在晃动，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，我下意识拿起枪扣动了扳机，随后又开了4枪，他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。这段描写没有激烈的情绪，没有血腥的渲染，只有平静的叙述，却让人心里一震，也让我们看到了莫尔索的无助和茫然，看到了他被世俗压抑的真实情绪在那一刻的失控。母亲葬礼过后，莫尔索和玛丽正常恋爱，一起去海边游泳、看电影，日子平淡而安稳，没有波澜，却充满了自在和惬意。他的邻居莱蒙是个很暴躁、很冲动的人，他有一个情人，可他觉得情人对他不忠诚，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，想报复他。有一天，莱蒙找到莫尔索，开门见山就跟他说：我想写一封信辱骂我的情人，激怒他，你能帮我写吗？莫尔索没有赞同，也没有反对，只是淡淡说可以，顺手帮他写了那封辱骂的信。在他眼里，很多事都无关紧要，没必要投入太多情绪，没必要太较真，帮不帮都一样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后来，莱蒙因为这封信和情人的哥哥还有几个阿拉伯人发生了冲突，双方大打出手，莱蒙被打伤了，脸上、胳膊上都有伤口，浑身是伤，心里的火气更大了，一心想找那些阿拉伯人报仇。于是他约莫尔索和玛丽一起去海边度假，顺便找机会报复那些阿拉伯人。莫尔索没有拒绝，对他来说，去哪里做什么都无所谓，就跟着莱蒙和玛丽一起去了海边。那天依旧酷热难耐，阳光刺眼，得让人睁不开眼睛，晒得人头晕目眩，心里也莫名的烦躁，和母亲葬礼那天的天气一模一样，仿佛预示着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。两人在海边的一块岩石旁遇到了那个阿拉伯人，还有他的几个同伴，双方再次发生了争执，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莱蒙很暴躁，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就要冲上去和阿拉伯人打架，嘴里还骂着难听的话。莫尔索赶紧拦住了他。莫尔索说：没必要打架，算了吧，回去吧，打架没有意义，只会徒增麻烦，得不偿失。他觉得报复没有意义，打架也没有意义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不如平静地离开，各自安好。莱蒙虽然很生气，心里的火气还没有消，但还是听了莫尔索的话，跟着他离开了。可他心里的火气并没有因为离开而熄灭，反而越来越旺。后来，莱蒙去处理自己的伤口，莫尔索一个人留在海边，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。他觉得很疲惫，很烦躁，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，耳边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，还有自己急促的心跳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剩下无尽的烦躁和疲惫。他想离开，想回到小房子里，想逃离这刺眼的阳光，想摆脱这莫名的烦躁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阿拉伯人突然出现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朝着他走过来。阿拉伯人没有说话，只是拿着刀死死地盯着他。刀身上的阳光反射过来，刺得莫尔索更加睁不开眼睛，也让他心里的烦躁达到了顶点。在烦躁和疲惫的裹挟下，他下意识地拿起身边的枪，朝着阿拉伯人开了一枪。看着倒地的人，他没有恐惧，没有后悔，甚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又平静地补了4枪。之后他没有逃跑，没有藏匿，就站在原地等警察，平静地被逮捕，没有一丝慌乱，也没有一丝辩解。这个杀人行为没有仇恨，没有预谋，甚至算不上正当防卫，只是那一刻阳光刺眼，情绪烦躁，
下意识的举动。在他看来，这只是一场偶然，没有对错，没有意义，就像吃饭睡觉一样，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。可他没想到，审判他的不是法律，而是世俗的偏见，是那些不理解他、不接纳他的人，是那些用世俗规则绑架他的人。警察问他杀人原因，他说，因为阳光太刺眼。这个答案在所有人眼里荒谬至极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在撒谎，觉得他冷血，觉得他是故意杀人，觉得他是一个没有灵魂、没有感情的人。法庭上，法官和陪审团没有重点关注他杀人的事实，没有关注他杀人的动机，没有关注这只是一场偶然，反而死死抓住他母亲葬礼上的冷漠不放，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他的无情。检察官站起来，对着陪审团和法官义正辞严地指责他，说他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，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。这样一个人杀死一个陌生人，一点都不奇怪，他应该被判处死刑。而莫尔索在法庭上依然很平静，不为自己辩解，不讨好任何人，不假装愧疚，不假装后悔。被问是否后悔，他说不后悔。被问是否知错，他说只是做了当时想做的事，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。他的平静被当成罪证，被当成傲慢，被当成对生命的漠视。可只有莫尔索自己知道，他只是不想伪装，不想用虚假的愧疚迎合世人，不想违背自己的本心，不想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读到这里，我格外心疼莫尔索，也心疼我们自己。这个世界从不接纳与众不同，总用自己的标准评判对错，总用世俗的规则绑架别人的灵魂。不结婚生子就是不正常、不孝，不追名逐利就是不上进，懒惰不迎合奉承就是冷漠、清高。只是想法不同，表达真实，就会被指责、被孤立、被否定。我也曾因为不爱热闹，喜欢独处，被说孤僻、不正常，被身边的人强行拉去各种聚会，被劝多交朋友，多融入集体。可我本就喜欢安静独处，喜欢一个人看书、听歌，喜欢不被打扰的时光。那时候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，是不是该改变自己，是不是该迎合别人，才能被这个世界接纳。直到读了莫尔索的故事，我才慢慢明白，错的不是我们，是刻板的世俗规则，是不接纳差异的偏见，是那些总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、要求别人的人。莫尔索的悲剧是所有特立独行的人的悲剧，是所有坚守自我、不迎合、不伪装的人的悲剧。他被判死刑，不是因为杀人，而是因为他不按世俗规则演戏，因为他太过真实，因为他不肯向世俗的偏见低头，因为他活成了自己，而不是别人期待的样子。世俗的规则从不是衡量对错的标准，坚守本心，不伪装，不迎合，就算做局外人，也比活成别人的影子有意义。而那道平静的目光在法庭上依旧没变，不抱怨，不低头，不卑不亢，成为了他对抗世俗偏见的底气，也成为了我们每个人坚守自我的勇气。第三个核心部分是全书最治愈、最释然的段落，莫尔索在监狱里的日子。这一段让我们看见，局外人的坚守从来都不是孤独和绝望，而是真正的自由，是内心的安宁，是与自己、与世界的和解。加缪这样写他的心里：我慢慢习惯了监狱生活，按时吃饭、睡觉、看书，日子规律安稳。我不再想念外面，不再抱怨命运，这里和外面没什么不同，甚至更自由。不用迎合谁，不用伪装自己，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。入狱后的莫尔索没有恐惧，没有绝望，没有崩溃，依旧保持着那份平静，仿佛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他都能安然自处，
都能坚守自己的本心。狭小的牢房里只有床、桌椅和一扇小窗，能看到一方天空，能看到偶尔飞过的小鸟，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，能听到风吹过的声音。每天按时起床吃饭，早餐只是面包牛奶，简单却规律，吃完就看监狱里的旧书，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，都读得认真，仿佛能在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，能暂时忘记自己身处监狱，忘记外面世界的喧嚣和偏见。起初他会想念玛丽，想念海边的阳光，想念那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日子，想念和玛丽一起去游泳看电影的时光，心里会有一丝怀念，一丝不舍。可很快他发现想念没有任何意义，反而会让自己变得痛苦，变得烦躁，会打破当下的平静。所以他开始学会放下，学会接纳自己的处境，学会与自己的命运和解，学会享受当下的每一刻。他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，不再怀念外界的自由，不再纠结于过去的事情，而是专注于眼前的每一天，感受这份难得的平静和安宁。他会在监狱的墙壁上用手指刻画自己的影子，会在心里回忆自己的一生，会观察监狱里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，会倾听其他犯人的抱怨和倾诉，却从不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从不评判别人的对错，只是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。他发现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无奈，都有自己的痛苦。他们和自己一样，都是被世俗抛弃的人，都是局外人，都是不被理解、不被接纳的人。有时候狱警会和他聊天，问他为什么要杀死阿拉伯人，问他后悔不后悔，他都平静地回答不后悔，因为那是他当时想做的事情。他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，没有假装，没有伪装。后来玛丽来看过他一次，他买了一些水果和零食，隔着厚厚的玻璃跟他说话。玛丽的眼睛红红的，看起来很伤心，很憔悴，脸上满是疲惫和思念。他跟他说，我很想念你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你一定要好好改造，早点出来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一起去游泳、看电影，一起过平静的日子，好不好？莫尔索平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表现出开心，也没有表现出期待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说好。他不是不爱玛丽，不是不想出去，不是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，而是他已经接纳了自己的命运，已经学会了与自己的处境和解。他知道自己杀了人应该受到惩罚，他也知道自己可能永远都出不去了。玛丽离开后再也没来过，他也没有追问，依旧过着自己的牢狱生活。被判死刑后，他没有害怕，没有崩溃，没有绝望，反而变得更加平静，更加释然，仿佛解脱了一样，仿佛终于摆脱了世俗的偏见和束缚，终于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了。他躺在监狱的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心里没有任何杂念，只有平静，只有安宁。他回想自己的一生，没有遗憾，没有后悔，觉得自己活得真实而完整，没有伪装，没有违心，没有迎合，没有讨好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人终究会死，早晚都一样，与其在恐惧和绝望中度过最后的日子，不如平静地接受，平静地死去，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一生。看似囚禁的牢狱生活，却让莫尔索拥有了真正的自由，不用迎合世俗的规则，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不用扮演别人期待的角色，不用伪装自己的情绪，只需做真实的自己，只需坦然地面对一切。这份自由是内心的自由，是灵魂的自由，是任何牢笼都无法困住的自由。我们很多人都像入狱前的莫尔索，被世俗绑架，被他人的评价困扰，
被自己的执念束缚，活得疲惫又痛苦。我们总是纠结于过去的遗憾，焦虑于未来的未知，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评价，强迫自己迎合别人，强迫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最终弄丢了真实的自己，活得身心俱疲，活得不开心，活得不自在。直到读懂莫尔索才明白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拥有多少地位，拥有多少权利，而是接纳自己的一切，接纳自己的不一样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纳既定的命运，不必因自己的缺点而自卑，不必因他人的评价而改变自己，不必因自己的处境而抱怨，不必因未来的未知而恐惧，不必因不被理解而难过。学会接纳自己，学会与自己的处境和解，学会与这个世界和解，哪怕活成一个局外人，哪怕不被理解，哪怕被孤立，也能拥有内心的自由和安宁，也能活得自在、坦然、心安。真正的自由不是逃离，不是反抗，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接纳。那道平静的目光在牢狱里，在死刑判决下变得更加有力量。这不是麻木，不是绝望，而是坦然，是对人生的全然接纳，是对自己本心的坚守。第4个核心章节，全书的高光升华。莫尔索与神父的对话。这一段让我们读懂局外人的本质，读懂生命的意义，通透的让人想反复回味，想把这些清醒的道理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神父来看他，穿着黑色的长袍，戴着黑色的帽子，脸上带着温和的表情，眼神里满是怜悯，仿佛在看一个迷途的羔羊，仿佛莫尔索是一个需要被拯救、需要被救赎的罪人。神父先开口，语气很温和，带着一丝劝说：孩子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我知道你犯了错，可没关系，只要你忏悔，只要你真心信仰上帝，上帝就会原谅你的一切罪过，你就会获得救赎，就能上天堂，就能和你的母亲团聚。莫尔索平静地看着神父，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，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动摇，也没有丝毫的渴望，依旧是那道平静的目光，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。神父又继续劝说，语气变得更加急切，更加恳切：孩子，你不要固执，每个人都有罪过，每个人都需要忏悔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也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你想想你的母亲，你难道不想和她团聚吗？莫尔索终于开口了，语气很平静，没有丝毫的波澜，没有丝毫的情绪。我不信仰上帝，我也不需要忏悔，我没有什么可忏悔的。他的话很平淡，却很坚定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没有丝毫的妥协，没有被神父的劝说所动摇，也没有被所谓的救赎所诱惑。神父很着急，他往前凑了凑，眼神里满是不解和急切，语气也变得严厉起来：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上帝是仁慈的，他会原谅你的一切罪过，只要你愿意忏悔，只要你愿意信仰他，他就会拯救你。你不能这么固执，不然你会下地狱的，你会永远活在痛苦之中。莫尔索笑了笑，语气依然很平静，没有丝毫的害怕，也没有丝毫的动摇，眼神里甚至多了一丝释然。我不在乎，我也不害怕，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伪装自己，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，没有迎合别人，没有讨好别人，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，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我不需要上帝的原谅，也不需要什么救赎，我只需要做我自己，只需要平静的死去就足够了。神父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语气也变得更加严厉，甚至带着一丝愤怒。生命是有意义的，
上帝赋予了我们生命，就是让我们赎罪，让我们追求善，让我们获得救赎。你不能这么消极，不能这么践踏自己的生命，你这样下去只会走向毁灭。莫尔索反驳他，语气依然平静，却带着一丝坚定，带着一丝清醒。生命没有什么意义，它就是一场偶然。我们生下来，活着，然后死去，这就是生命的全部。没有什么救赎，没有什么善与恶，没有什么天堂和地狱，只有真实的自己。我不需要你的救赎，我也不需要上帝的原谅，我只需要做我自己，只需要平静地死去，这就足够了。神父气急败坏，猛地站起来，对着莫尔索大声说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，你执迷不悟，你永远都得不到救赎。说完，神父就转身离开了，没有再回头，眼神里满是失望和愤怒。神父走后，莫尔索躺在监狱的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内心无比平静释然，仿佛卸下了所有的重担，仿佛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束缚。他回顾自己的一生，没有遗憾，没有悔恨，觉得自己真实而完整，甚至觉得自己是幸福的，因为他拥有了真正的自由，活成了自己，不被世俗裹挟，不向偏见低头，坚守了自己的本心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神父代表的是世俗规则，世俗偏见，是那些强行赋予生命意义，绑架他人灵魂的人，是那些总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、评判别人的人。他们规定人该有信仰，该忏悔，该活成标准模样，否则就是有罪，就是无意义，就是该被谴责的。可莫尔索清楚，生命本无意义，只是一场偶然，不必按别人的要求活，不必被他人赋予的意义绑架，不必为了所谓的救赎而伪装自己，违背自己的心意。活着的意义从来不是别人定义的，而是自己选择的。真实做自己，享受当下的每一刻，不辜负自己的一生，不违背自己的本心，就是最好的意义。所谓救赎，从来都来自自己，而非他人或神明。当你学会接纳自己，坚守自己，当你不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不再被世俗裹挟，你就获得了真正的救赎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我们这代人总被生命意义这4个字困扰，拼命赚钱，追名逐利，迎合别人，想找到自己的价值，想证明自己的存在，想被这个世界接纳，可到最后却越来越累，越来越迷茫，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，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有人觉得有钱就是意义，拼命赚钱，以为有了钱就能获得幸福。有人觉得有权就是意义，拼命追名逐利，以为有了地位就能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有人觉得结婚生子就是意义，拼命迎合世俗的期待，匆匆结婚，草草生子，以为这样就是完整的人生。可他们努力了一辈子，却依然不快乐，依然很迷茫，因为那都是别人的意义，不是自己的。因为他们活成了别人的影子，弄丢了真实的自己。直到这段对话，我才豁然开朗，生命本无意义，是我们的选择赋予它意义，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。那道平静的目光在与神父的对峙中达到顶峰，清醒、释然、坦然面对一切，坚守本心，至死不渝。这就是莫尔索的力量，也是《局外人》这本书带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读完这本书，再回头看我们的生活，其实每个人都当过莫尔索，都做过人群里的局外人。职场上不愿迎合虚伪，不愿卷入纷争，被说不合群；感情里不愿将就，不愿勉强，被说挑剔、不正常；生活中不愿伪装情绪，不愿迎合期待，被说冷漠、自私；社交里
不爱热闹，不愿应付寒暄，被说清高孤僻。我们被这些声音困扰，被迫伪装，被迫迎合，弄丢了真实的自己，活得压抑又疲惫，活得不自在不开心。而局外人告诉我们，完全不必这样，真的不必这样。不用为了迎合别人伪装自己，不用为了合群勉强自己，不用为了世俗规则违背心意，不用为了别人的认可弄丢自己的本心。职场上不喜欢勾心斗角，就专注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不必刻意合群，不必刻意讨好领导和同事。你要知道，你的价值不是靠别人的认可来体现的，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证明的。只要你足够优秀，只要你做好自己就足够了，就会被人看见，被人尊重。感情里不愿将就，就坚定等待真心待你的人，不必被旁人的催促和眼光绑架，不必为了结婚而结婚，独自前行也比勉强凑合更幸福。坚守自己的心意，才能遇见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生活中不必伪装情绪，开心就笑，难过就哭，你的感受永远没错。不必因他人的指责而否定自己，不必因世俗的期待而压抑自己。坦然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接纳自己的感受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。社交里不爱热闹，就选择独处。独处不是孤独，不是孤僻，而是与自己相处的能力，是沉淀自己的时光，能让你更清醒更自由，能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，坚守自己。不必强迫自己融入不适合自己的圈子，不必勉强自己应付不喜欢的人。做局外人从来不是坏事，意味着坚守本心，不伪装不迎合，意味着真实表达，不欺人不欺己，意味着拥有真正的自由，活得自在心安。我也曾是习惯迎合的人，害怕被孤立被指责，害怕自己的不一样被当成异类。朋友约聚会，再累也硬着头皮参加，假装开心假装热情，别人说不认同的话也默默点头假装赞同，刻意伪装开朗热情，内心却越来越孤独，越来越疲惫，越来越找不到自己。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被世俗规则裹挟，逼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最终弄丢了自己，活得身心俱疲。直到读了《局外人》，我才开始反思，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？为什么要迎合不值得的人？为什么要违背心意过日子？后来我慢慢改变，不想去的聚会直接拒绝，不认同的观点坦诚表达，不再伪装情绪，不再害怕独处，不再强迫自己合群。休息时就安静看书听歌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再在意别人的评价，不再被世俗的规则绑架，慢慢找回了真实的自己，也找回了轻松自在的生活。那种发自内心的安宁和快乐，是以前从未有过的。夜深了，窗外的夜色依旧浓重，可我希望这本书能给你带来一丝光亮，能抚平你心里的委屈和迷茫，能给你坚守自我的勇气。别再为难自己，别再被世俗绑架，别再假装成别人喜欢的样子，别再强迫自己迎合不值得的人。做自己从来都不丢人，那些不被理解的孤独，那些坚守自我的勇气，那些坦然接纳的释然，终会成为你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，终会让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安宁。晚安，愿你今晚睡得安稳，梦里没有偏见，没有委屈，只有真实的自己和满心的自在。愿你往后敢做人群里的局外人，守得住本心，活得通透自由心安。明天见。